tonight, I buy you a drink.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好朋友银子老师的故事。他在课堂上讲述宇宙的结构，也在布料中编织自我的语言。他是老师、服装品牌创始人，也是一位母亲。在这众多的身份中，他没有选择其一，而是活成了全部。这就是他的故事，也是你我身边的故事。我首先想恭喜你啊，在钢琴酒吧办了这么成功的你的第一场服装秀，很激动，很激动啊！那你怎么想到在钢琴酒吧办这场活动呢？主要是这里氛围特别好，灯光啊、空间啊、装饰啊，对，各方面都特别温暖，而且跟老板正好是朋友，我又是这儿的常客，好像是很自然的选择。对，我也知道哈，他特别支持你办这场活动。是的，那你的模特跟观众这么近距离的一场时装秀，还是挺别出心裁的啊。感觉是可以一直办下去的一场秀。今天去银子的服装秀啊，这是另外一个朋友的酒吧，然后银子的服装秀就在这个酒吧里。OK，Thank you。美女们，这是你的大日子啊！这比你结婚还隆重，还隆重是啊。对呀，真的，我结婚的时候就花100块钱买了一个裙子，白色的，然后花200块钱请人吃了个饭。自己的事业啊，就是你的 baby， 好不好？哦，对。那对 baby 肯定是比结婚隆重了。So you have to yes, yes. 椅子靠背上。这个地方感觉特别好啊，就是我觉得在这样一个钢琴吧，一个年轻的创业者做了一个自己的服装品牌，然后做一些活动，就很接地气，就让人一进来就特别舒服，好喜欢这个灯光，非常喜欢 everything， 你整个这个酒吧我都非常的喜欢 everything。我还有一个特别好奇的问题，就是说，你知道这个时尚产业是一个非常卷的赛道啊，就你怎么就卷到这个赛道里来的呢？因为我傻，我不知道。对，确实需要一点这样子哈。我觉得创业的人首先都得是又傻又勇敢又有耐心的。傻你就不会去那条道上，对，你也得有一个那种劲儿啊，那种得傻劲儿支撑你下去的，就像 Forrest Gump 一样啊，特别傻，特别有韧劲。对，是需要这个东西。所以说嘛，20个 business 有19个都要失败啊，那就是首先大家都傻。有股闯劲儿，最傻的留下，最傻的什么 ？Forrest Gump 留下来了。Hey, nice to meet you. One of the models? Yes. You said your name is Jane? Jane, her friend. Oh, okay. Yeah, really good. So for 80 looks, we're gonna have 3 looks, right? Yes, yes. Just to create that outfit. 你的另外一个身份又是大学里的物理老师，就是你说这个物理跟时尚这两个行业怎么在你这里就碰撞出这种火花的呢？首先哈，现在的人生活节奏都特别快，家庭、事业、生活，貌似好像一辈子干不了很多事情。你能把自己的工作顾好，好像就很厉害了。对，是呀。那我的话，一方面精神精力比较旺盛，兴趣爱好比较多，那一份事业承载不了我这份热情，能量太旺盛了。我总是想做些什么，而且我物理老师的话有个特点，职业病就是我们看见问题了，总想解决问题，对，不解决就不踏实，对，是职业病。Okay, so let's start. That was a proper closure for the test, right? Let's start chapter 33. Did you read the chapter already? It's really good. It's really good. Oh, the tea is really helping you out, right? Yeah, especially the tea I brought. They have physicists in that inside. Yeah, It's the daisy.
我们现在就进到 Building 13来找银子老师了。Arturos herbs. OK They're so good. 啊， I mix those four. 连这么 sweet 的老师好像有一个 special tea day。 Everyone's like so excited. Which one has the biggest index? There you go. Later on, I'm gonna teach you how to design the shape of diamond. What is the scenario? Vacuum, exactly. 亲爱的，上课是不是很好玩啊？很好，很好，非常好，不错。这算是你的 office 吗？这是我的 office 在楼上。哦，还专门有你要去 office。看我的 office 吗？咱们现在来得及去吗？来得及，我走12分钟呢。就氛围特别好，学校的。这样还挺方便的哈。还有一个，我挂的。这个不错哦。平时你是上课才来办公室吗？对，我都很少来这，我还有时间在这儿。然后这个很好玩，我都不知道这个是谁给我的，但这是学校的老师啊什么的。哦，这是一个什么 goodie bag？ 对 Amazing, you're amazing. I am. Look at this. I'm sure they give this to every single professor. 这是个有点像你的一个小的一个 getaway，是的，是不是？的在你繁忙的这个不务正业的 business 下，这个正业成了一个 getaway 是了。的，是的，是的，我都跟其他的所有的人讲，我说这里是乌托邦，真的是很幸福快乐的地方，就是笑声到处都是笑声，然后热情的年轻人，跟学生在一起，你就跟个学生一样，哎，真的是我淹没在学生中，融为一体啊。我就很喜欢跟他们融为一体，因为他们，你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吧，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他们你需要是一个他们喜欢的人，就是他们如果不喜欢你，你再优秀也没用，他们不会听你一句话。对，我感觉他们超级喜欢你。Then you're gonna come out, and she's gonna be able to like every time she was gonna invite someone. 还是挺有创意的一个想法啊，就像是舞台 runway 一样的哈，就专门创造出了这样的一个空间。你看我们这帮可爱的 model 们，还有我们这银子哈，我们这个品牌的创始人。Oh, you're changing the room, restroom. Yeah. Oh yeah, everybody changing the restroom. 怎么样？什么心情现在 Very excited, and I'm not gonna focus on details right now.？Yeah, just go with the flow. I think it should be fine. 所以在时尚行业，你是看到了我是问题了。深刻的体会到问题了。比如说，它制造的流程，它是大部分非常 outdated，哎，过很多时了啊浪费和污染。这确实也是啊。其实我是22年参加一场时装秀，对，休斯敦 Houston Runway。那当时呢，我坐在那儿，在那之前，那是一个分水岭。那之前我直接也当模特，业余的模特。对对对，我知道你们有一个模特队，对吧？是的，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从来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就是你看到 T 台上面大家光鲜亮丽，然后再加上我平时读到的关于 fashion industry 马上要变成最污染的行业，然后这个事情就那个 contrast 非常大，也震撼到我，然后那个 moment 我就挥之不去了，就是还是你的那个环保的那个环保的理念很强，就是你环保的那个上线了是吧？环保达人上线了。是的，是的。我一直在我们学校的话，我也是一直是Eco Club 的 advisor 啊，然后也组了一个 environmental care 的 committee 啊，对，做捡过垃圾啊，分析过垃圾啊，做过很多环保方面的事情。所以其实做服装是有一个环保的种子在，是吗？是的，当然也可能跟家庭有关系。这样的，我做了之后哈，才从我的家人那里得知，我的爷爷他以前开过很大的厂子，给部队做军医的，而且做的挺成功的。但我爷爷死得早哈，所以我从来没见过，所以我也完全不知道他的经历。那做了之后，我才发现，dang it，
就是在血液里面，你就是摆脱不了。你自己进到这个行业之后，你家里人才告诉你，对，才你们告诉家族产业啊，是啊，曾经就是这个行业里的。对，然后再加上，其实我爸妈都是做生意的。对，虽然我一直就当大学老师，在乌托邦象牙塔里面舒舒服服的，其实是我的 comfort zone。教书对我来说是很 natural 的事情。对对对，所以但是这个种子就是 entrepreneur 企业家这个种子，就在了里，没办法，在血液里面不安分的心。这个机器叫做 Whole Garment Machine。好吧。那这个机器的话，我叫它 Alice。这你给它起的名字。对，2023年买的，我就给它做了一个这个 name tag。当然也是有特别的情感，因为我花了几百个小时来学这一套。就你刚拿到这个机器的时候，会被吓到吗？吓到，真的。我有在加州学习的时候用他们的机器。对，也是很吓到的，因为随便出一点问题，那心脏砰砰的跳。真的。做 manufacturer 就是有这一点，就是你会害怕出事。是。你会担心这个产品这一件对不对的啦，或者这个设备哪里出故障了，因为你随便一个地方出一点故障，就是很多钱呢。所以你自己还要会修一些小的简单的我是自己可以修了，比如说它有针坏了，我就还真的还针那么小的针很小的，我看一下，可能比这个针还要小一点，就是这都要自己去对，就排查，对排查对，这个也是学了的，自己可以换针。修机器也是要专门学，也是学的。怎么用使用这个机，怎么也要学，然后要学，还有配套的软件也是要学。软件啊，然后你自己好像还开发了什么软件？对，我开发了一个自动化软件，对，就把客户的身体的信息、衣服的，因为是私人定制嘛，对，衣服对应的很多方程，对，然后衣服的细节这3大块儿，把它自动化了。对，这真的是没有一点技术含量，运转不了这个机器的。是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做到现在的，真的很不错哈，你看。这些都好好的，好好的。而且有这么多线，你就是要剪一下是吧？对，要剪一下，就是要收拾一下哈。对的。哎呀，这件打得挺好的，完美收工。好的。我在做衣服的这个过程中，2、3年的时间了哈，真的每一件衣服做出来，我会由衷的觉得很幸福和快乐。就说这个过程哈，就因为很多人讲说，这么卷的赛道，你到底挣不挣钱啊？那你挣不挣钱，你的回报和你的期望有没有匹配啊？对，那如果一直这样想的话，可能你就变成那19个人了，你就放弃了。对，还要大家还是要做最傻的那一个，最傻的，一直坚持下去，因为大家都想着要一夜暴富，对吧？我也想会一夜暴富，我说这么好的点子，这么厉害，最开始也是一夜暴富的想法，一夜暴富的心呢？但之所以坚持下来了，就是因为希望成为那1/20的人，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之间，我已经得到回报了，因为很开心。就这个过程很享受，很享受这个过程，都还来挺早。你的品牌这个名字我注意到了哈，
他这个特别绕口，你当时怎么想的？还是没有经验哈。这个名字的话呢，其实就是我先生和我的 family name 的第一个字母 MY 哈 Y 啊。然后 Knit Ever 呢，就是因为我是想做一个可以回收衣服的一个项目。那个你知道耐克的创始人哈，他也还是不喜欢耐克这个名字，但是呢 ，it grows on him。品牌也确实是这样啊，你越做的话，它可能就承载了这个东西，它自然啊自己就会呢有自己的能量，是不是？是。Be intentional. Are we ready? 那你做这所有的事情啊，当物理老师，做 fashion，是崇尚环保。你从小你的初心、你的梦想是什么呢？有没有？从小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而且我的家庭也比较鼓励我做一个有梦想的人，对社会有意义的人。从小的教育，这个意义感对你还是很重要。从很小开始，对，必须有家庭的氛围，就希望我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人。对，所以选择钱都是第二考虑的，没有考虑的。这是富家女哈，这是不考虑钱的，没有怎么考虑过。对，虽然也不是女儿富养，看来是对的哦。是，就是永远把理想和价值放在最前面。所以物理的选择是你的兴趣，还是你做的是你的兴趣？有没有考虑过未来的职业这些方面呢？完全没有啊，纯粹是因为喜欢，纯粹因为喜欢。另外一方面确实擅长。哎，这还是要有能力哈。所以这也就说明了你物理读出来啊，这精力还依然很旺盛，没有读傻。那当老师，当老师也是很喜欢的事情，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With her teaching style and all that, very Yeah. helpful. Yeah. She has like these little what she calls active learning where we have to like do activities so we don't fall asleep. Oh, your kids love you. Oh. So how do you like about her, or do you like her? I love everything about Missy. She's the best. She makes the most complex, concepts so easy. Wow. Your students love you. How you feel? Because I love them too. I feel very warm. I feel that's good. And for the girls, is it hard physics? I definitely improved a lot on this past exam. I got an 88.5. Oh, that's very good. Woo! I drive. I used to go to the Cypher campus. I'm coming to this campus. For her? Exact same thing. Woo! 30 minutes commute every single day to be here. Wow. Wow, wow. To love for her. Wow, wow. This is my first semester taking her. I love it already. Yeah. It's so nice. I love the environment. I love her. She makes physics not so difficult. Yeah. It's really true. Wow, you got such amazing student group. She's amazing. Yeah. Look at everybody's here today. 所以你一直是一个很外向的人吗？其实不是哎，看不出来。出国之前应该是个分水岭。哦，出国前、出国后，之前我应该还蛮 i 人的。我会有朋友，对，我不是孤僻症啊，我会有朋友，好朋友，每一个阶段有那么2-3个，但是呢，没有勇气去接触陌生人，我会害怕。哦，我陌生人打电话、见面聊天啊，特别是异性，我就会发抖。哦，如果是很多人在一起要演讲，我的腿就会抖得厉害。这完全看不出来。今天你最后那一段结束语，哇，太棒了，太棒了！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for coming today. Make some noise if you come here with a friend. Make more noises if you came here with a lover. 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也在思考这个。对，这转变怎么发生的？我这很少，我有听到从爱人们可以像这么完整的转变成艺人的啊。其实像我的爸妈都是艺人，因为他们做生意嘛。
也许是家庭环境，我爸爸对我其实比较严格，我妈妈总是鼓励型的。那还有教育系统，那不是很鼓励大家疯疯癫癫的，然后鹤立鸡群那种。所以你其实我觉得小时候内心是想鹤立鸡群的。一定是有的。你到了美国，给了你这个环境了。是的，我小时候看那个《西游记》的时候，就特别想自己突然之间有七杀变什么想当孙悟空，对，想当孙悟空，你想要拯救世界吗？就想鹤立鸡群。还是想跟别人不一样。对，想要跟别人不一样，那是因为，但是没表现出来。在那个环境下可能受到了压制了哈。有点是的。到了美国这个自由的环境，天马行空就彻底放飞了，是这意思吗？彻底呀，很自由。我太爱自由了。我觉得我3个东西吧，在我心里面重要的对，住着的影子，心里面有3个，一个是周星驰，心里住着一个无厘头的自己，然后一个是那个是我比较熟悉的你，是吧？对，比较无厘头，比较可爱，比较搞笑第2个是三毛，其实我是心里面很有诗和远方。天哪，我也是三毛，我是铁粉，他的书我看好多遍，从高中接触开始，大学我还带到美国来了，都看。但我20多岁是三毛，20岁以后就 grow out of 三毛了。我还在三毛，我这辈子看来是没戏了第3个，我还是会看。然后第3个是做了一个阿甘Forrest Gump， 傻劲儿傻劲儿，创业这股劲儿来自于阿甘这样子。就这3个在那里面。这3个也是很神奇的组合。他们快乐的生活在一起。我想象不到三毛跟周星驰可以在一起。就像我做物理，然后又做服装，所以你身上矛盾哈。对，你身上的这些看似不搭嘎，但是在你身上就很融合，是很和谐，幸福快乐的住在一起。这是怎么做到的？什么神秘武器啊？你想哈，我从中国过来到美国，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有冲击吗？非常大的冲击，有冲击。然后是喜欢的，还是 enjoy 这个冲击的 ，enjoy 这个冲击的，就这个冲击给你带来新鲜感，是不是？对，我是一个特别需要新鲜感的人。对，我也感觉到了，很让你必须做你感兴趣的事，不然我就会枯萎。还再加上我教书，你看我每学期都有上百的学生，对，全是来自全世界不同地方的。那个也给我带来很多新鲜感，也拓展了我的同理心。我觉得一旦你同理心很宽之后，你的心也会很宽。你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之后，只会让你这个人更能包容。所以互相相得益彰。是，再矛盾的东西，你都觉得可以接受，也可以理解，甚至会拥护。就是我怎么听起来是路越走越宽的意思哈。越走越宽是那怎么你到了美国就变成了一个社牛了哈？也不是1秒钟就变社牛也是一个过程。现在我可以说自己是社牛没问题，因为我对于接触任何陌生的人没有任何心理障碍。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算一个社牛的标准。这绝对是，没有任何心理障碍。这个你应该也是哈。我是天生社牛，我没有这个转变。我有这个转变，我从有障碍到现在完全没有障碍，所以可能有这么几年的时间，我觉得当老师有帮助。当老师，因为我的语言这一关完全过了。对，要过语言关，那就容易太多了。美国是这样，美国是你特别需要成为社牛。像我小孩读幼儿园的时候，每个星期都有 presentation 的。Exactly， 对的。那才2、3岁的小宝宝啊，是的，就要拿着道具，然后在全班面前做演讲。对，每个人都是社牛。那同时有另外一个东西，我就是做了很多的，就是我一直都很喜欢看书，但是来了美国之后呢，看的特别多。如果你是一个爱看书的人，任何人你都有。所以从看书这个，你认为对你的这个成为一个社牛
是有巨大的帮助的，非常多的帮助。就还是要知识面广。是的，见多识广。你跟我一样，都是身兼数职，又是自己的 cameraman， 又剪辑、后期制作、构思，什么都得采访，什么都得自己会的啊，得全能了都。跟你一样，就是 enjoy 这个过程。是的，是的，必须得是真爱，是真爱才能坚持下来。你刚才看完这个秀，第一感觉是什么？我是觉得，就是他的整个这一组的衣服我都特别喜欢。Now Vogue models， 像这个衣服，咱们的20。哇，你这个在里面这个是放你的这个衣服，它让我看到有很大的特点，它就是适合所有的场景，我不用想，就是如果你说我还要想一下穿什么，这个你的衣服就不用想，我穿着肯定各个场合都没问题。太对了，这个其实跟我最开始创建它的最初的理念有关系，就是我就希望这个品牌它是舒适安全的，漂亮大方的，对的，上个厅堂下个厨房的，这真的可以做到。然后它确实也是把你的理念很完美的现在呈现出来了。你自己是不是现在除了你自己衣服，你就不穿别的衣服？看不上别的衣服，我已经没有再看过你穿别的衣服了，太舒服了啊！我是对，因为舒适对你很重要，对不对？皮肤很敏感的人，对。那我对材料不光是要棉啊，我也希望它没有化学成分，然后纯天然的材料，再加上它制作工艺嘛，因为它是山里针织，所以它又没有边边缝缝。哦，这个太舒服了。对，就是你那个机器啊，三维针织就是就叫什么一线成衣，对。它织一件衣服需要多久？大概1个多小时，很精细。它总共有3600根针，在3600根针。对，平时我们织衣服就是2根针织，对吧？天，咱们的妈妈们就是2根针就可以织。我们有3600根针，相当于我们自己平时织毛衣2个针在织，它等于3600个针可以同时在弄。就是有时候用的不知道要用多少根了，对吧？一个时间，然后他就自己去组合去。对，看不到那个各种接口的，是不是？没有接口。对啊，所以其实你穿的里面是贴身是很舒服的，因为这个是一线成衣，所以里面没有任何拼接，穿着的话就会特别舒服。这个是里面。有时候我看我的客户他穿的，我能看出细微的差别。对，他其实是穿反了，就已经可以到正反无缝的。那个针织的过程有一些细微的不一样，我能看得出来，很多人看不出来。其实他觉得没有差，没有差，感觉没有差，因为都是光滑的。有这么多人喜欢你的衣服，你什么感觉？就是应该在正确的道路上，然后会更加努力，要更加也蛮开心的，很有成就感。其实，所以说创业是一个 infinite game。喜欢打游戏的人应该也会喜欢创业，就是你在努力的过程中，怎么就这个也不 work， 那个不 work，它终于 work 了一点点，又没有达到理想状态。你说，到底哪一个是 missing puzzle？
对，你一直在找那个，一直在找，哎，就这个过程其实很刺激的。是，我完全可以感受到你身上的这个激情。Cheers, David. Cheers to freedom. Cheers for success. No, we have seen a lot of ships, a boat ship or any ships, but friendship is most important. Absolutely. Salute for friendship. 我知道这一路上你走来也是有各种的 mentor， 是不是？非常多 mentor， 哎，我是很喜欢 mentor 的，对，有付费的，有免费的，对，然后有参加各种比赛，是不是？对，各种各样的比赛，创业比赛啊。比如说休斯顿大学的创业大赛，对，那我们公司是拿了 Best Business Award， 对，也有奖金。华裔多吗？在创业上很少，很少。对，我应该是唯一的一个中国人，在那100个人里面。哦，哇哦 ，OK， 我唯一可以想象。所以参加比赛也是每次都是成长的过程，成长过程，因为它不光是比赛，它会给你提供很多培训的机会。它会有大师培训，也会给你上一些 mentor。所以我就有比我小的人是我的 mentor，比我大的人是我 mentor，有男的有女的，就什么样的人都有。因为朋友嘛，我交的都是很好的人，他们都给我很多正面的回馈，我特别需要。我是很喜欢听好话的人，就像比如说我老公，要鼓励，要鼓励。对，我是很需要那个的，很需要那个。我老公就每天都会夸，他嘴巴很甜，我就特别受用。那你光听这个不够，对，那我那些 mentor 他们就会很实诚。mentor 都是扎针的扎针真的就是还是对我有一些就会推动你，会推动你，还是蛮有帮助。遇到特别多的贵人，我觉得这一路全是贵人。真的没有贵人的话走不动的。哎呀，创业上真的是需要无数的力量在背后支持。以前真没想到会这么难。我看我爸妈也挺容易的呀，咱们天赋也不差对吧？然后我之前看一本书很好玩，它上面写说，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可能你的东西送都送不出去。我这也太搞笑了，不可能吧？怎么会有送不出去的东西呢？对不起，咱们家东西这么好真的，刚开始的时候真的送不出去，现在终于送得出去了。有过程，有一个阶段，现在抢着要如果你送出去，人家好开心啊！以前真的送不出去，真的有这个过程。天哪，是真的，书上说的是真的。这只有自己经历过，对，必须要经历过，对，只有在做的过程中，你才能慢慢一点一点的进步。当你开始这个生意的时候，一定是比你预期的要差。基本上大概率是这样。而且我也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但是好在就是做的是热爱的事业，非常重要。然后也是擅长的事情，又能交到各种各样的好朋友，各种对。然后你突然发现身边竟然有这么多人爱你，是不是？很多人爱这么多人支持你，对，而且大家都是好有能力的，就是大家都是多才多艺的So if anybody's interested, I want you to just grab somebody near you, wrap your hand. We're going to have you walk the runway.是一个40多岁的小孩然后我老公说他也是小孩，我说你在事业真的，他为啥呢？上一次我们一起回国那我们坐飞机上面就前面有个大妈，那我老公怎么说吗？他说：“嘿，阿姨，你可以这。”我心里想说，人家跟你差不多大，你喊人家阿姨，你真是把自己当小孩了。你们内心都有一个小孩，内心都觉得自己是小孩，对吧？内心都住着一个小哪吒。真的是。我看完哪吒，我就感觉我内心就住着一个小哪吒，已经算是很开心的事情。对，所以成为一个有趣的人很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你做的事情必须有趣，必须得有趣，必须有趣。那但是生活中它就是有一些你必须做，但是又不有趣的事，这怎么办？给老公做。哎呀，这个我们很多人 copy 不了呀。对，我知道银子老师是
是有一个非常支持你的老公啊，他很重要，对灵魂伴侣，灵魂伴侣啊，他对你的事业在后台的支持。他，如果你给他颁个奖，你觉得他更像是幕后英雄呢，还是更像你的情绪稳定大奖？情绪稳定大奖，就是后台做的那些啊，都还不如他提供给你的情绪支持，是吧？不行，那2个奖都得给他，一个不能少，一个不能少啊，真的都得给他的，都很重要。对，他这个情绪价值哈，我觉得他跟一般的中国人也不一样。虽然他经常说他是传统的老中，我确实看他也蛮传统的，因为你们俩的结合，真的一个 I 人和 E 人。他总是说我这个是一个比较特立独行的人，完全不像一个合格的中国人。谁想干嘛就干嘛，我们都是需要支持、尊重彼此，要非常尊重，给足够的空间，是吧？对，我觉得都是特别靠得住的人，而且特别有包容性的人，理性的人，能够深切的体会到对方的快乐。所以我看到他对你的事业的支持啊，我就在想，就是你怎么找到这样好的老公的？我们的爱情故事比较容易闪到腰，我们闪婚。对，所以闪婚也不是不可以的，是吧？我们那个时候是对的时间、对的人、对的成熟度，就好像水到渠成。水到渠成。就比如说现在创业，你把积蓄都放进去，对吧？对。那有时候我会着急啊，我说，哎，这个销量没怎么见长啊，我会着急。那我们一起遛狗的时候，我们每天一起遛狗，对，说不完的话，他就会跟我讲说，老婆，你看，你就花了这么点钱，给自己找了这么多事干，不是很值吗？你还认识这么多朋友，这个情绪价值啊，这个情绪价值提供的真的是啊，然后我就觉得，哎，挺好啊，就是所以就是找到对的人，然后找到你，然后做你喜欢的事业。是，我觉得大部分人哈，因为都会遇到对的人，但是就是没法长长久久。大家都你有什么建议啊？对，我觉得2口子一定不能，如果有钱的前提条件下哈，不能太小气，得用钱来换体验，而且是一起的体验，这样2个人总是有说不完的话。对，我也发现，确实是在你们俩中间，就是永远有新鲜的事情啊，不断的。就不管你用钱给自己找的事儿，还是你创业给自己找的事情，总是有很多事，而且我们会一起参与。就是有时候会突然问一些问题，我心里面在想，哎，为啥问那么多？问了你也不记得，你都问过了。但是另外一个声音就跟我讲说，耐心一点，耐心一点，因为只有你现在很耐心，他参与的越来越多，你们才不会 grow apart。我就会有声音在调整，你还是。很用心的在经营婚姻，是不是？在经营你的事业，很真心经营你的婚姻。对，那个银子老师还是一个很用心的在生活的人。是的，是的，就是既要又要的人，这个什么都不耽误的人。带我们去哪个酷的地方？很酷很酷 ，secret place，只有我们这种本地蛇才知道的啊。银子老师是活力啊，这个对，后面看就是10几岁的小姑娘的那个，正脸不超过20。很酷的地方就是我们有地质系的教授，那他这面墙是他们设计的，我们的老师它是模拟了火山，然后岩层结构，整个这三层楼都是based on science， 不是面试的，不是纯 art， 是 based on science。他们有时候就在这上课的。明白，就是讲这个是地质结构的这个 low energy 捐的，光是这一台就花了25万。就是贴的这个东西，不是说 construction 哈，就是表面的这个是花了25万。啊，然后屏幕上就有地震显示，马上就出来了。I see， 好玩吧？它可以测这种 vibration 之类的东西，很精密的，这一般人不知道的哦。有过也有负面情绪，怎么就是不会停留很久，因为我是个行动派。对，当你感受到痛苦的时候，一般你有3个事情做，你要么就
伤害你自己，你可能抑郁了，对吧？要么你伤害别人，给别人的生活造成困扰，要么你就是在想说，那还有什么办法把这个 system 变得更好？我属于最后这一种，我就是我会伤心难过1天2天，然后只要我在路上，我在行动了，我就不会伤心难过了，就靠你的行动来缓解我的焦虑，我确实是这样，所以我就完全没有内耗。就是有些人跟我讲说，哦，要学一个这个东西好难，需要学一个那个很难。我说你一天不是有24个小时吗？他说没有心情学呀。我说那就不是时间的问题嘛，就是有些人就很多时间用来内耗了，会不能躺平哈，不能躺。没有这个诉求。躺平也是很难的。我认命了。我觉得我就是小蜜蜂。哎，勤劳的小蜜蜂。有些人说退休啊什么的，我没有打算，没有这个概念，没有这个概念，为什么要退休？这闲下来干什么呢？是不是？对呀，无聊是很可怕的。那个奈特的创始人 Phil Knight 他有一句话对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人生大部分事情还是挺美好的。那当然了，那他所有的梦想都实现了。对，除了一直在排队等死，就是你不管你要切入多少。你都在排队，排队你知道是很无聊的事情，那得找些事情来 entertain each other。对，所以我深刻的认识到我在排队深刻的认识到人生的本质是对抗无聊。是的，我会去尝试不同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不是在练热瑜伽，对，而且还挺执迷，还去拿了一个 certificate。对，发现我这里有一个 pattern， 就是我很喜欢拿 certificate。拿各种证书哈，拿各种证书加持。对呀，然后后来我又学了开船，对，拿 boat license，boating license，对，核心就还是闲不下来，能量太足。我在路上我就很开心，我的 Aggie 妹妹，有一点像，那你对你现在这个品牌有什么展望？我觉得我这个品牌有2个点，一定是非常面向未来的，一个是 customization， 就是服务个人，量身定制。我觉得这个一定是个非常大的趋势。对，而且你怎么样把它做到？所有的人都能负担得起，尤其是对那些有痛点的人，是不是？他就在标准尺寸里找不到最合适自己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 sustainability， 可持续性发展。对，不管是你的工艺，你的整个这个品牌这个流程怎么样变到更可持续性发展，这2个一定是面向未来的。再加上我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知道这2点会非常重要我们就祝银子老师的，不管是当物理老师，还是你的这个时尚的服装事业就一天一天好，然后也把我们这个整个的未来这个系统也变成一个更好的一个系统。谢谢。自己好 proper。戏精上身，然后就。You think probably in your idea Asians are very like a introvert, not like us. Shamelessly proud of ourselves.